回到聊聊人类图，今天我要来漫谈一个名人的人类图，就是大卫贝克汉。这起因来自于呢，我前阵子看了大卫贝克汉在 Netflix 上面的纪录片。当我看到第二支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说，这个人该不会有4521的通道吧？他的意志力应该有定义吧？于是乎，我就随手查了一下，把他的人类图跑出来，就发现说，哇！它果然就是有这几条通道。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从大卫贝克汉的人类图，然后来跟大家讨论几条主要的通道。那开始之前，我要先声明，他的出生的时间呢是在国外的网站上面查到的，可能会有一些些微的误差，但是我今天会就他的一些比较明确的大的特质去讲。那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呢，大卫贝克汉的类型是显示生产者，他的内在权威是有定义的情绪中心，人生角色46，定义是2分定义人。他有几条有被定义的通道非常有趣，就是23世极之极行，4521金钱线，1949这条非常重义气的通道。以及3955情绪的通道，多愁善感的设计，1858这个完美主义者的通道。我想要做这个影片，其实不是想要八卦贝克汉的人生，或是对他做一些什么评论，因为只要待过娱乐产业的人，大家都会知道，任何公开形式的影片啊、访谈啊、记录啊、传记啊，其实它都是经过某一个程度的编撰跟某一个导向去设定好的。尤其是像他这样子世界知名的名人，就算他是跟 Netflix 合作拍了他的这个纪录片，但是里面的一些情节跟实际发生的事情或他个人的感受，我们是不得而知的。所以我们只能就他的人类图，他的这个天生的天赋才华这个潜力，跟他在纪录片里面展现出来一些特质，然后借由他的人生故事来跟大家分享这几个通道啦。那第一个我想讲的就会是大家最想拥有的金钱线4521这条通道。我觉得是因为它命名的关系，所以大家都很想要有这一条通道，仿佛是拥有这一条通道就会有钱一样吼。但是其实呢，它是一个非常唯物主义的设计，他是一个非常物质的人。所以我们第一点要来讲的就会是说，在贝克汉的纪录片里面啊，大家可以发现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花钱很大手大脚的人。4521这条通道，或是你单有45号闸门的人，你就是这样，你就是赚多少钱花多少钱。当然相反过来说，因为你想花这么多钱，所以你会去努力的赚到这个钱。但是当4521没有欲望、没有物质需求、没有特别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的意志力就不会运作了，他们就不会特别想要去赚很多钱。所以呢，贝克汉他刚开始加入曼联，成为英超的一个新人小球员的时候，他还在领周薪嘛。那英国的发薪水的制度呢，绝大多数都会是以一周一周发薪水的，比较不像亚洲是一个月一个月发薪水。我自己在英国读硕士，我有观察到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就是英国人在花钱上面真的会比较坏一点，因为他们是7天就会发一次薪水，他要撑过没有钱用的天数相对比较短。不像亚洲或是台湾人习惯或是知道的所谓的月光族，月光族如果你真的在什么月中就把钱花完，你可能要撑1到2个礼拜都过得非常拮据。可是像那个贝克汉他在纪录片里面一领到薪水就去买一件名牌上衣，然后他接下来只要回家吃饭就好啦，或者他就是在球队里面吃住都住在球队里面就好啦。他其实满足了他最想要获得的东西的时候，他的意志力就会获得满足这样子。4521这条通道呢，他们其实也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他还有1949这条重义气的通道，1949也是非常重视家庭。那你们可以看19号闸门在他的红色的太阳。对他的身体意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闸门。我先讲一下因为网络上面有一些他的人类图是有1949整条通道，有的没有。
可是一定可以确定的是，他是有19号这个闸门的。所以你们会发现啊，他其实真的是在小时候练球的时候就非常听他爸爸的话。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爸是一个死忠的曼联球迷嘛，所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他的小孩可以成为曼联的球员，然后从小就不停的训练他。我觉得真的很幸运的是，不仅是贝克汉自己有这个足球的天赋，他的剑骨23世这一条通道也对踢球这件事情很有回应哦。所以他整体的设计来说，就是因为他对这件事情充满热忱，他很有回应，所以他去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又有一些其他的特质跟情感的牵绊，可以支持他去把这个技能锻炼到炉火纯青。所以讲到23世这条通道啊，就可以讲到他比较成功的时期，因为他其实算是加入曼联之后就很快的就窜红的一个新人球员嘛。那23世这一条通道，我们之前有特别做过一支影片，就谈论这条通道，因为这条通道是我的太阳地球，所以我特别有感，很早就谈过这条通道。那这条通道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质，就是当你把剑骨的能量正确的投入在你真的有回应的事情上的时候，你在做那件事情，你是会闪闪发光的。你就会有充满吸引人的魅力，然后源源不绝的生命力。那身为一个世界顶尖的足球员，他是不是就需要有很大的力量，然后去执行这一个工作，去完成每一场比赛？所以23世这条通道在贝克汉的人生经验上面，其实扮演了一个蛮重要的角色啦。不过呢，这个通道它当然比较负面的状况，就是他们非常喜欢先斩后奏嘛，不是他们故意的，即知即行，如同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他见骨一有回应，他就立刻要去做啦，他没有在管你的啊，所以当他见骨有回应的时候，他就会先答应。那你们就可以看到纪录片里面，他老婆就一直受到惊吓嘛，不是说要住在西班牙了吗？怎么接下来又要去洛杉矶？什么接下来又要去巴黎的这种事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老婆那时候不就是因为已经准备要从西班牙搬到美国洛杉矶定居好莱坞做一些准备吗？结果她老公又带了一些另外的消息回来震惊她说，哦，我们现在要去住巴黎了这样子。即日即行这条通道，她就是一有回应就是然后我就立刻回应说我要去做。可是她对旁边的人来说，其实有一个蛮大的压力的。那因为我自己有这条通道，所以我在看纪录片的时候，我真的是心有戚戚焉，然后就开始反省。因为我男友也是很常被我这条通道的即知即行吓到，我很常就是跟他说，哦，我今天没什么事啊，我就在家里放空。可是突然一个瞬间，我就会想说，算了啦，我还是出门做瑜伽好了。我想要消耗一下我的精力，我想要去伸展一下。他就很错愕说：“你不是今天已经决定好要在家休息了吗？你干嘛突然又要出门运动？”可是即知即行，它的运作真的有一个面向就是这样，我们就是一有回应我就要去做，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为什么。再来到就是1858这一条通道。我觉得他在纪录片里面展现非常多1858这条通道的特质。1858这条通道，它其实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它的完美啊，跟东西的整洁度跟整齐度非常的有关系。我在网络上面查到资料说，贝克汉他觉得自己是有强迫症的倾向。包含是你们在纪录片里面看到他会把厨房打扫的一尘不染，会把衣服排列很整齐，只要有人动过他都会知道，就是非常洁癖的行为。可是其实这件事情呢，如果从他的人类图，我就会这样解释，因为有1858这条通道的人，他们在压力很大的时候，就是靠打扫把东西整理整齐来进行舒压，所以打扫这件事情对有1858这条通道的人是非常疗愈的。所以当他在纪录片里面，他站在他家的厨房受访嘛，纪录片的摄影师就问他说：“你是不是都没有用过这个厨房？因为看起来像全新的，很干净。”然后他不就回答说：“我每天都在这里下厨，而且我都亲自的把它收的这么干净。”
如果没有看过他的人类图，我们可能会觉得哇，好做作哦，一定是请人打扫的吧？因为他有1858这条通道，我就会觉得很合理。因为他的确就是会很想要靠就是打扫这件事情去帮他舒压，或是把东西摆整齐这件事情会让他感到舒服。那当然也不只有这一条通道啦，它是跟其他的有定义的部分一起运作的嘛。那4521它也是一个喜欢住在一个有质感、干净、舒服，他的需求都可以被满足的一个环境里面的一个特质。所以1858加上4521这两条通道加起来，它就会产生了他在纪录片里面说的那些事情。所以你会发现他在很多家庭生活的细节里面都是他会去巡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啊，有没有打扫干净啊，然后东西有没有放好啊。其实这是让他自己很舒压的一个方式。最后再来讲一点，就是4521有定义的意志力好了。因为随着这个纪录片公开之后呢，其实我有在社群上面看到蛮多人以贝克汉的成功、贝克汉的金钱观写了一些励志的文章，要鼓励大家像贝克汉一样这么成功、这么努力的赚钱，你就可以买法拉利，你就可以买名牌服饰。好啦，人家不是这样写的啦，但是我知道大家读完都会有就是这种想法。可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之前在意志力中心的影片里面有提到说，世界上有65% 的人意志力都是没有稳定运作的机制的。所以4521的金钱观，他们真的是想要的越多，他们赚的就会越多。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稳定运作有定义的意志力呢，尤其是接通4521这条通道的时候，当他没有想要什么东西，没有想要更多更好的物质生活的时候，他就不会运作了。所以如果一个有4521的人，他满足于他每一个月就是只有5万块的收入，或是只有2万块的收入，这样的物质水准，他就可以感到满足的话，那他的意志力就会停下来，不会再去工作。这一种以贝克汉的成功、贝克汉的金钱观去写出来的励志文章，其实绝大多数的人都一定是不适用的啦，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4521这一条通道，有办法用他这样的方式去运作。不过这也显示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开放意志力中心的人，就是会看着有定义的运作模式，想要去学习它。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并不是说他这样写不好，我只是想要告诉大家说，就是每一个人的设计都不一样，然后你还是要知道说你自己的设计是怎么样，因为别人的成功模式永远没有办法复制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如果你要获得世俗的成功，你要获得你的物质的丰盛，还是得要靠你自己的天赋才华的设计，依照你的设计去达成，它才会真的是属于你的故事跟你的人生剧本。其实还有很多贝克汉的人类图可以讲啦，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想要讲一些事后诸葛的东西，就是针对于我在看纪录片的时候，然后我看到的几个通道的非常明显的特质，然后觉得贝克汉这个人其实蛮活出自己的，想要跟大家分享这几条通道。因为他是人生角色46嘛，我也是人生角色46，有6爻的人生角色，其实人生都会经历很大的转变的周期，就是我们所谓的大流年。所以我们下集呢，就来从贝克汉的人生角色46来聊一聊生涯中截至目前为止一些比较重大的转变，以及他在感情观上面的处理的方式。好哦，那就下次影片再见哦，拜。